这桃源县真是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。站住！光天化日之下，衣着如此暴露，还有没有羞耻之心？哪来的土包子？没有一点见过世面的样子。这么热的天，穿这么多，就不怕捂出痱子？你穿着如此，有伤风化，当真不怕县令治你们罪吗？此凉袜名为桃源世家，就是我们县令大人体恤女子夏日炎热，这才亲手画的图纸。不是我们桃源县的姑娘，还穿不上呢。我看就是你们县令他自己想一饱眼福。我们县令大人要真想看，我们就天天穿。你想让我们县令大人看一眼，我们县令大人还不稀得看呢。你，好啊，不仅巧立名目，大敛不义之财，还将治下的百姓治理得如此妖艳轻佻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走，去县衙。几位可是要去县衙？干你何事啊？滴滴打驴，了解一下。几位可是从外乡来的？京都。县令大人说，京都御街也比不上我们桃源县这般繁华，此话当真？确实如此。之前我听闻桃源县地处偏远，百姓贫苦，今日一见，倒完全不像传言那般。5年前，桃源县确实贫穷，可自从有了桃源县县令之后，短短5年时间，商市繁华，百姓富足啊。既如此，为何不按时上缴税银呢？没向朝廷纳税？不可能，我们可是年年给县衙纳税的。定是那县令贪墨中饱私囊了，当真是罪该万死。升堂了，升堂了！哎，小哥，发生何事了？奇案，千古奇案啊！夸张了吧？走，去看看。我也看看。嫌疑人带到了吗？启禀县太爷，苦主和嫌犯正在堂下。这宋氏娘子长得不错。大人，那么多人在看着呢。徐老夫人，本官劝你撤回诉讼。桃源县已经5年没有出命案了，你这么一闹，很影响本官的官声啊。青天大老爷呀，我儿听闻桃源县商市繁华，不远千里来桃源县做生意，被他母子2人图财害命，竟将我儿杀害，求青天大老爷做主啊！无凭无据，你又怎知是宋氏母子所为啊？我儿冤魂就在陶盆之中，每夜托梦给我的。他母子2人图财害命，还把我儿烧制成陶盆，可怜我儿死得好冤好惨呐！哎呀，本官不能仅凭一个梦就判定别人有罪吧？这样做很不科学呀。若不审，民妇就进京告御状。大胆！你是在威胁本官吗？大人，这案子虽然诡异，但是老妪千里来寻，你便审一审，也要给人家一个交代呀。大人，您这是瞧宋家娘子貌美，舍不得吧？来，你们审，你们是在教本官做事吗？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居然敢有案不审，罔顾我大武律法，就不怕陛下降罪于你吗？你谁啊你？这位是京都刑部侍郎的千金安小姐。刑部？正是。那正好，你来审吧。身为这一县的县令，怎能作风如此轻佻？来不来啊？不来你就闭嘴。哎呀，再说一遍你。要么你审得对，本官绝不多言；要么本官审，你就在一旁老老实实待着就得了呗。好，来便来。人犯宋氏母子，苦主诉你2人谋财害命，你们可认罪？
冤枉啊！这老妇的儿子确实曾在我家借宿一晚，可第二天天不亮就离开了，无凭无据，不能诬陷我母子二人呢。徐老夫人，你说这宋氏母子谋财害命，你可有实证？我儿就在陶盆中。荒唐！这怎么能算是实证？简直是匪夷所思。徐老夫人，您可有其他实证？人证、物证皆可。真的，是我儿在陶盆之中每夜托梦给我的。这老东西，仅凭一个梦境就想判我的，求大人做主。若仅凭一梦便判定杀人罪行，你将我大武的法律置于何处？本官在此宣布，宋氏母子无罪。打住！不愧是刑部侍郎的千金啊，愚蠢的如此可爱。你怎么，本小姐判的不对吗？对个屁！下来，看看本官是怎么审的。给你那只会逛青楼贪银子的刑部侍郎爹爹瞧瞧，学学。记住啊，过了把县太爷的瘾，就得交银子，这叫体验费。记住给师爷5两银子啊！体验费，小姐，要不要？让他审，若审不出个1、2、3来，再拿他试问。嫌犯宋氏母子，徐老夫人手中陶盆可是你们所烧制的？陶盆下面有我们家印章，也赖不掉。可这陶盆哪里都能买到。你们烧制的陶器材料都一样吗？那是，这祖传的手艺，没有例外。没有例外。来人，去宋家陶窑，随便拿2个陶盆过来，再搬一口水缸来。是，拿个水。你这水缸干嘛？给刑部侍郎的千金洗洗脑子呀。将那2个陶盆放入水缸之中。徐老夫人，把您手里的也放进去吧。把这3个陶盆一同给本官呈上来。嫌犯宋氏母子，秋后问斩。住手！嫌犯宋氏母子，秋后问斩。冤枉啊，大人，冤枉啊！住手！你这狗官竟如此糊涂，凭什么就判定他们是凶手？凭科学。科学是何物？科学是什么？你一时半会儿可能理解不了。不过你既然是刑部侍郎的千金，理应是读过一些书。曹冲称象，你可知道？自然是知道。若如宋氏母子所言，他们所烧制的陶盆材料一致，大小样式一致，那么浮力应该也差不多。但徐老夫人这个陶盆吃水却比其他2个都浅得多，你可知为何？为何？因为人骨的比重是1.8左右，泥土的密度比重是2.8左右，所以徐老夫人手中的陶盆根本就不是泥土所制，而是人骨。启禀大人，属下刚刚去拿陶盆之时，搜查宋家，发现了黄金10锭。没有这么多，没有这么多，那人身上只有5锭。我们认罪。立刻压下。谢青天大老爷为我儿做主。小样，学着点吧。此案已了，退堂。陛下，这许县令有点意思啊。查案缉凶尚可，可这贪墨税银，走吧。哎，安小姐，5两银子。我们想去见见许大人。我们许大人啊，日理万机，实在抽不开身呐。除非什么？我们许大人只对投资兴业之事感兴趣，
如果安小姐会在我们桃源县投资兴业呢？我们正是前来投资兴业的。哎呦喂，里边请。投资兴业不就是想借机敛财吗？收了商家赋税又不上缴朝廷，等着拿到政权，定要把你这小县令碎尸万段。我们大人最致力于搞实业了，来里边请。嘿嘿。他区一个县令，住这么大的府邸，肯定是个贪官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嘿嘿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他们是皇商。皇商？你们是皇商？来，坐。给本官说说，你们准备投资什么产业？请多少伙计？每月给多少薪俸？还有在我们桃源县投资兴业要提前5年预缴赋税。5年？那得多少银子啊？那得看做什么买卖了。许大人收这么多的税银，是准备上缴给朝廷吗？那必须没有我大武文昌武圣，哪来我桃源县8省通衢啊？该给朝廷的赋税1分都不能少。真小人，5年都不给朝廷上缴税银，竟然还向百姓收这么多赋税，朕今日就让你死得明明白白。皇上姐姐，想好投资什么产业了吗？想兴办学堂。学堂？这算什么产业呀？要不搞澡堂吧？我大武新教办学，文风鼎盛。怎么，许大人觉得学堂不重要？我桃源县早就已经建好了学堂，而且免费入学，不需要了呀。县令大人，学堂要好，手在夫子。我们家小姐琴棋书画文韬武略样样精通。那给本官说说，你想教些什么呀？经义策论。纸上谈兵之事无用。八股科举。糟粕玩意儿，诲人不倦。好，难道你们的学堂里不教这些？哎，今天闲来无事，就带皇商姐姐开眼吧。师爷，走。请吧。职校学堂，走吧，里面请。我们桃源县学堂遵循3安原则，力求打造大武人才高端基地。3安？何为3安？人身安全，父母安心，学堂安静。其中这安全尤为重要。失火了，快救火呀！救火！安静，安全，安心。徐县令，我成功了！本官都说了多少遍，要注意实验安全呀！这是在教别人做炮仗？什么炮仗？我研究 TNT。TNT？ 踢谁啊？遵守保密守则呀！别乱说话呀！去，赶紧洗把脸去。哦。人家学堂都书声朗朗，你这桃源县的学堂怎会如此安静？我看该不会是想骗取朝廷的银两中饱私囊吧？根本就没有多少书生。皇上姐姐。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不能生万物。3不能生万物？你居然敢篡改圣人的经文，你离经叛道你！那生万物的是什么呀？青亥李皮蓬，碳氮氧氟氖，钠镁铝硅磷，硫氯氩钾钙。科学教育哪家强啊？大武桃源县学堂。好啊你身为一县的县令，就是如此祸害我大武孩童的吗？皇上姐姐，我好心来带你开眼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这又是何物？蹴鞠吗？这是篮球 basketball， 不懂就不要瞎问。好，我现在就修书一封，关停了你这误人子弟的学堂。修书给谁啊？当今女帝吗？你不怕当今女帝吗？我怕她。赚钱她不会，以致国库空虚；用人她不会，使得贪官当道。像本县这样的经世伟略之才，竟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芝麻县令。你何德何能自诩经世伟略之才？哼，我若上位，不说能保大武万世基业，但是至少能让当今女帝多做几年皇位。若是没有你呢？若没有我，恐怕咱们大武女帝
今年内就得成为亡国之君。放肆！小七，拿下他！拿下他！许县令，县令大人，县令大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！官兵围城了。官兵是北蛮骑兵吧？哎，不是啊，是咱们大武的官兵，说是来讨逆。讨逆？讨谁啊？讨我吗？那不然呢？哎呦，我都说了让你搅匀搅匀，你看看现在搞得我们都完蛋了。你，许县令，你身为我大武朝的命官，却屡次拒缴税银，形同谋反。哎呦，官兵来讨伐你，不是理所应当吗？你知道我桃源县这么多年没向朝廷上缴税银啊？我那是为女帝守财，怎算谋逆啊？死到临头还敢攀污女帝，女帝何曾让你帮忙守过财？愚蠢！本官这些年要是把银子上交给朝廷，那不早就被那些贪官污吏给瓜分殆尽了吗？哦，所以你就将这些税银全部据为己有，是吗？皇上姑娘，那个不能冤枉人呐！我家大人那从来没有动过府库的银子，一分一厘都没有啊！这话留着给官兵说吧。哼，无需多言。别说城外官兵了，就算是北蛮骑兵，也奈何不了我许安生。你不过一个小小桃源县令，口气不小。你加上你这府内的衙役，都不够那城外官兵砍的。本县一人可抵10万兵。好，我劝你还是早早出城认罪，这样还能保一条生路。本官主打的就是一个不听劝。敢问许县令是哪里来的自信？就凭2字，科学。就凭借着你这些个奇技淫巧。皇上姐姐，看来你对力量是一无所知啊。本军听令，出城。拿下他！许县令，县令大人，县令大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！官兵围城了。官兵是北蛮骑兵吧？哎，不是啊，是咱们大武的官兵，说是来讨逆。讨逆？讨谁啊？讨我吗？那不然呢？哎呦，我都说了让你搅匀搅匀，你看看现在搞得我们都完蛋了。你，许县令，你身为我大武朝的命官，却屡次拒缴税银，形同谋反。哎呦，官兵来讨伐你，不是理所应当吗？你知道我桃源县这么多年没向朝廷上缴税银啊？我那是为女帝守财，怎算谋逆啊？死到临头还敢攀污女帝，女帝何曾让你帮忙守过财？愚蠢！本官这些年要是把银子上交给朝廷，那不早就被那些贪官污吏给瓜分殆尽了吗？哦，所以你就将这些税银全部据为己有，是吗？皇上姑娘，那个不能冤枉人呐！我家大人那从来没有动过府库的银子，一分一厘都没有啊！这话留着给官兵说吧。哼，无需多言。别说城外官兵了，就算是北蛮骑兵，也奈何不了我许安生。你不过一个小小桃源县令，口气不小。你加上你这府内的衙役，都不够那城外官兵砍的。本县一人可抵10万兵。好，我劝你还是早早出城认罪，这样还能保一条生路。本官主打的就是一个不听劝。敢问许县令是哪里来的自信？就凭2字，科学。就凭借着你这些个
奇技淫巧。皇上姐姐，看来你对力量是一无所知啊。今日就让本县令为国除贼。许县令是想用美人计大败官兵吗？这就是你所说的力量啊？不是，抱歉，这话的绳子松。本县让你们看的是这一屋子的法器。今日就让本县令为国除贼。本小姐可不感兴趣这些破铜烂铁，本小姐只关心你身为朝廷命官，整天不思进取，天天看这些阿杂下贱。怎么我还说不得了？这画中女子虽只露了一个背影，却轻佻。小姐，你再莫要为她辩解了，她本来就是……小姐莫要再说了。这不是真的太近？你别以为你是个女人，我就不敢打你啊！你再敢这么说我的梦中情人，我就揍你啊！梦中情人？我家大人离京夫人前夜瞧见画中女子，此后呢便一见钟情啊。到任之后，立马让人画下此画，每日吃远观而从不亵玩，心心念念，他丹心一片，这是男人的楷模，女人的……闭嘴！本官没有隐私的吗？去，拿上法器，随本县出城。哎，大人，我说咱要不要先礼后兵啊？毕竟是朝廷官军，别闹误会了。也行，先看来将会不会说人话，要是不会，就送他去西天。得嘞，皇上姐姐先休息，我就先走了。本小姐随你一同前去。也好，让皇上姐姐见识一下本官的厉害。师爷，我们的座驾呢？许大人这一介文官，还会骑战马呀？嗨，战马不会，会悍马。悍？姑娘，请自重啊，本官可是很专一的。明明就是你故意的。哎，你可别给我乱扣帽子啊！此物就是你说的悍马。此物虽不如战马、奔驰冲撞能力强，但好在续航长、五口粮。将来朝廷北伐北蛮，我定会将此物献于陛下。你认识陛下？不认识啊。他既不认识我，那幅画又是怎么回事？他怎知我腿上有莲花胎记？不过以咱陛下的治国之才，当如何？用不了几年就得败光国库。你到时候自会来找本县讨要，本县在雪中送炭，讨个喜，说不定一步登天，位极人臣呐。许大人怕是没有这个机会了吧？现在边军压境，许大人库里的银子，还有许大人的项上人头，说不定会一同传于陛下的。哼，谁掉脑袋还不一定呢。哎，桃园县令许安生，快快将税银送出城来，本将会可饶你一死。催缴税银而已，户部吏部来人就好，怎敢劳烦将军呢？罪过呀！哎，户部催了好几次，都被大人你给请回去了。有这事儿？若不是许县令，你无视户部的催缴公文，驱离吏部的催银特使，何苦引来今日兵临城下之祸呀？许大人，拒缴税银可是杀头的大罪，朝廷派兵前来，没什么不对呀。我看呢，你还是乖乖交出税银，出城受罚吧。
省得牵连了城内百姓。闭嘴！头发上见识多。那些银子交到朝堂之上，恐怕早就进入贪官污吏的腰包了。但是在本官这儿就不一样了，普及科学，发展科技，振兴商事，为国为民呐！好，去跟城下的军官说吧，看他们会不会信你。磨磨唧唧干什么呢？将军莫急，容本县再把税银清点清点，再给您送出去啊。好，谅你也耍不出什么花样。怎么，现在知道怕了？怕倒是没有。本官是在想，既然陛下能亲自派兵来讨伐，那么应该是真的急眼了。你说现在我把税银送出去，算不算是雪中送炭啊？你说算便算吧，只要你乖乖将税银交出，我便可以回去在皇上耳边替你美言几句。至于是升官发财，还是砍头示众，那就全看陛下心情了。那就谢谢皇上姐姐了。去，把税银送出去。大人，你想通了？区区一个县令，朕还治不了他了。等会儿税银送出城之后，看朕眼色行事，朕要杀鸡儆猴。是，莫想再拖延时间，给本将一句痛快话：税银是自己送出来，还是让本将杀入城中自己拿？啊？师爷，记住啊，一定要清点清楚，再给将军送下去，一分一毫都不能差啊！是。哎呦，陛下，这不是虎豹营吗？是您调来的。朕没有调兵啊，这虎豹营怎么会来到桃源县？朕没有调兵啊。将军，本县已经差人去拉税银了，您稍等啊。陛下，调兵虎符可还在？在。陛下，那就更可怕了。何出此言？调兵虎符不是在陛下身上吗？能不用虎符就调动朕的虎豹营，难道还不可怕？是何人竟敢如此？除了安乐侯李纯，还能有谁有这么大胆子？安乐侯是要造反不成？虎豹营不是来为朝廷催收税银，捉拿那个奸臣县令的吗？先看看吧。缩头乌龟。好了，走吧。出城。既然这税银都已经上交了，我们还待在这里做什么？陛下，要不要末将将那贼官擒下？不用，虎豹营自会处置，咱们悄悄地出城，返回京都便可。是。站住！皇上姐姐，别着急走啊。许大人还有何事？想请皇上姐姐给我做个人证。作证？税银我可是都已经送出去了，城下官兵要再闹出什么动静的话，本官就被迫自卫。到时若是伤到城下官军，他日陛下怪罪，还请皇上姐姐做个人证。这城下官军就是为你所欠税银而来，既然你的税银已交，还能有什么事情？将军，税银已经交出，赶紧押回京都复命吧。本将此来可不仅仅是为了税银。嗨，我就知道还有别的事儿。将军还有何事啊？屠城。知道将军有事儿，没想到是这么大的事儿啊！敢问将军，奉的是谁的命令啊？自然是奉了陛下旨意。以前只是觉得咱们陛下蠢，现在看来，咱们陛下还彪，实在是没救了。陛下绝不会如此。对，肯定是有人假传圣旨。假传圣旨？何人有此胆？除了安乐侯李纯，还能有谁？那怎么办？来将何人？虎豹营统帅张涛。睁开你的狗眼，给我看清楚，认不认识我？睁开你的狗眼，给我看清楚，认不认识我？
然认得我是谁，还不速速退兵啊？哎呦呦，这不是合欢楼的花魁吗？等本将破了城，你可要陪本将好好玩玩。张腾，小姐，我这就将此贼碎尸万段。哎，稍安勿躁，可远观不可亵玩，呸，可远战不可近战也，交给本县就好。来了。陛下勿恼，虎豹营统帅官阶低下，未曾见过龙颜也不奇怪。许县令，现在怎么办？刚刚不是还要出城吗？现在怎么怕了？我有何惧？小姐，屠城啊！放心吧，有本县在，虎豹营给他揍成猫狗营。小小县令，口气不小啊！我还以为是什么厉害的法器，原来就是堆破铜烂铁。小姐，为今之计，唯有擒贼先擒王，属下愿望。也只能这样了。打工人而已，用不着这么拼吧？杀！幸亏侯爷早提醒过本将，桃源县中有九品高手，本将早有准备。想刺杀本将，做梦！这是在做什么？做法。喂，你我同朝为官，能不能给个面子，不屠城啊？就你这小小县令，给本将提鞋都不配，也敢让本将给你面子？你若刚刚不交出税银，或许还有条生路。现在，将军别高兴得太早，不如先打开箱子看看里面是什么。开匣。你这狗官敢骗本将，本将今日定要你桃源县鸡犬不留！无耻老贼！你枉活至今，一生威力寸功，只会摇唇鼓舌，一条断脊之犬也敢在我桃源县嘤嘤狂吠，我就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厚颜无耻之人呐！哇，许大人，你好会骂阵啊！全军听令，攻城！许县令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天灵灵，地灵灵，佛祖保佑，显神灵，一发入魂，给爷爆头！侯爷，您说陛下这次逃不逃得掉？陛下乃九五之尊，真龙在世，怎么会逃呢？侯爷说的是，但就怕那桃源县县令若得知陛下的身份，拼死相护。区区一个县令，张将军拍死他，如同拍死一只蚊子。为保万全，还是要让大宗师出马，有备无患嘛。那就让大宗师西门吹土，去一趟桃源县吧。将军阵亡了，快跑啊！快跑啊！他这就死了，张将军的脑袋好像炸开的西瓜。有此法器，千里之外取敌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呢。许县令，这宝贝卖吗？不卖。哎，许大人，许县令，再谈谈嘛，许县令。
哎呀，你都跟了本县一天了，烦不烦啊？许大人，许县令，保管你价格满意，而且本小姐还许你3个冤枉，可好？当真？你不过就是个皇商，本县的胃口大，你可满足不了啊！许县令，你不妨试试呢？当真？君无绝无戏言。这是何物啊？唉，第一个要求，穿上它，给本县瞧瞧。皇商姐姐穿了本县的桃园世家，本县就把这消息传去京都，拿她当个代言人，再让人在京都开个专卖店，到时候京城贵妇肯定趋之若鹜，银子自然都会上涨，说不定还能找到腿上有莲花胎记的姑娘。皇商姐姐，要是觉得难为情就算了，本县都说了，本县的胃口大，你可满足不了哦。买卖不成，仁义在吗？穿好了。这么快？这有何难？许县令若是不信，出来瞧瞧便是。别说，还真别说，皇商姐姐与本县的法器简直是绝配啊！皇商姐姐现在这个打扮，再配上本县的法器，妙啊！好，继续。继续什么？玄生，你是不是要反悔啊？你说第一个要求本小姐已经做了，说其他2个。这3个要求是皇上姐姐自己提的，但也是你答应的呀，不然你让我穿这个干嘛？热拔一飞。这是。奴家见过县太爷。给他展示一下这个桃园世家是怎么穿的。这个丝袜呢，是要从足尖一直拉到大腿根才可以的。皇商姐姐，这才是你手中之物的正确穿搭之法。你把它套头上，是准备去劫朝廷银库吗？你是说这个东西是套在脚上的？套头上也不好看呀。许安生，我要杀了你！第2个要求绝对不行，这种伤风败俗的东西怎么能进京都的方士？况且还要本小姐为你站街吆喝，想都不要想。那就没得谈喽。换个要求。卖方市场，不要跟本县讨价还价啊。那这样，本小姐答应你，回京都之后向陛下求情，免去你这桃源县5年的赋税。啊，免了？你确定？许大人放心，我家小姐跟陛下那可是多年的挚友。免了也好，那这些银子本县就可以。这副贪得无厌的嘴脸，还说自己是为国守财，还不是想中饱私囊？不过区区1县的赋税也没多少，若能换得此法器，值了。不过本县要是现在把法器交给你，将来你说服不了陛下怎么办？本小姐发誓，一定可以说服得了陛下。别来这一套啊！我从来不信女人的誓言。别，我替小姐发誓行不行？算了吧，你个打工仔也替老板发誓。好，那你说，要怎么样才可以相信我？你要不要先看看我这些年攒下来的家底，再掂量掂量，能不能说服陛下？你区一个桃源县，5年的税银加起来也比不上京都1年，我有什么可看的？哼，那就请吧。皇商姐姐先上。上床？你不是说要带我们去县衙府库吗？嘘，小声点，想什么呢？本官岂非孟浪之人？这可是本官的密道。你先去。好。唉。这些都是朝廷的税银啊！哎，这些是本官攒下娶亲的彩礼，那边才是税银。这比京
里还多。本官人虽在这小小的桃源县，可这生意那是遍布大武啊。柳姑娘，这是眼睛不舒服？没有，许大人难道不知我大武官员不可经商吗？知道啊，可我这做生意赚来的银子都充了府库，陛下应该不会生气吧？不会，都是我的。哎，小姐，那边的箱子是人家娶亲的彩礼。徐大人，这些都是为那画中的姑娘准备的吧？那是自然。都说男人啊，有钱就会变坏，可是本官呢，用情专一，从一而终啊。那就好。莫非皇上姐姐认识那画中女子？认识倒是认识，只是可惜啊。可惜？可惜什么？人没了。你才没了呢。那你可惜什么呀？可惜啊，许大人不愿意用法器换消息。多犹豫1秒都是我对未来娘子的不尊重。拿去。别饭吃了，快说呀！那这些税银如数上交，绝对不会让皇上姐姐为难。快说吧。这位姑娘的腿上呢，是不是有一个莲花的胎记？那就是她。我？她？没错。哎，小姑娘害羞嘛，我跟她谈谈。陛下，这会露馅儿的吧？她现在又不可能直接掀你裙子，先把东西骗到手再说。谈好了。好。那我先上去，你们聊。小七，严小七，不是让他在门口守着吗？跑哪儿去了？哎呀，好，有了此等法器，待日后朕要御驾亲征北蛮。等大获全胜，我看着朝中还有谁敢嘲笑朕是女儿身？不是吧，这也太萝莉了，不是本县喜欢的那一款呀！许大人何故退后啊？本县是想知道许大人这么些年都在想奴家呢。不是，本县是想，男人应该先成家立业，婚姻大事嘛，缓一缓。你我成亲之后，小姐自会给大人建功立业的机会。不如先看看。哎呀，这模样，这手感，真是真喜欢啊！小七，你怎么样？快走！来者何人？吹土沙银。四大宗师西门吹土，好眼力！你要做甚？吹土撒银。大宗师实力恐不如此，陛下，快跑！想走，往哪走啊？大宗师地位超然王朝之上，从不参与王朝斗争，你今日为何来此？大宗师也是人，是人，他就有喜好。别人给了我喜欢的东西，我自然要替他杀人了。谁？北蛮皇帝吗？他们给你多少，我出双倍。我是个有职业操守的大宗师。那就是没得谈了。大宗师，听说您出手有个规矩，3招之内，若是能伤了您，您转身就走。对，就3次。行，若是3招之内我侥幸伤了您，休不遵守规矩。那倒是自然，不过凭你一个小小的9品，也妄想能伤害本宗师，是不是有点痴人说梦了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为了主子，
接招！小心！小心！陛下，我伤不了他，找机会，走。小心！要是被他发现我是冒充的怎么办啊？要是假的还好，可要是真是我心心念念多年的人，我何以自处？你家小姐这是干嘛呢？我不知道啊。小七退下。属下无能。让朕来。你也会武功？武功？武功算个屁，法器才是王道。哎呦，此物非刀非剑，非枪非棒，是什么玩意儿？都说了是法器，岂是你这等凡夫俗子所能见识到的？废话少说，是不是打你3招你绝不还手？当然，这就是本宗师的逼格。好，那你别后悔。大宗师是吧？那就让你见识见识我大武的法器。这气势充满了自信，难道死？你这是在逗我？这怎么没用啊？陛下，口诀，那县令的口诀啊！哦，对对对，既然是法器，肯定是要那些口诀的。大宗师，稍等啊！一法入魂，给爷爆头！一法入魂，给爷爆头！你们家小姐一直都这么颠吗？不是，我们家小姐以前不这样，可能是刚得了大人的法器，有点激动，有点激动。真是调皮啊！这怎么没用啊？这到底怎么用啊？启动法器不光要口诀，还要哼曲儿。哦，对，对对，快哼啊！这我哪记得呀？哎呀，你听着，叫什么？噔噔噔噔，哎，就这么哼，快点！噔噔噔，噔噔噔噔。大宗师，稍等，我们马上就好，我们做个法。大宗师要杀你家小姐，大人，徐大人，快想想办法！想办法？我能想什么办法？那可是大宗师啊！躲起来，躲起来！不行不行，我要救我家小姐！哎，你想死啊？你可别连累我啊！我跟你说。噔噔噔噔，一发入魂，给爷爆头！小七，你3招已出，现在是不是该轮到我了呀？你们家小姐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求求大人救救我家小姐！救不了，那可是大宗师啊！可大人不是有很多法器吗？我与他非亲非故，况且那可是大宗师啊，本县也救不了他。其实，我家小姐才是大人想找的人。嗨，我找他干嘛呀？我家小姐就是画中之人。什么？是他？能死在我大宗师的手里，也不算辱了你的名分。我明明按照他说的做了，怎么没用啊？世间有我大宗师，何等法器敢冒头？许安生这狗官，居然敢骗本小姐！真是他！求大人救救我家小姐！既然是本官的女人，本官肯定要救。看本官的！小姐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小姐，小姐，你别说话，你让我看看你伤到哪儿了，小姐。你挠到朕痒痒肉了。小姐，你没事啊？哎，朕是没事，朕还觉得全身筋骨通畅，就好像疏通一样。啊？你不会是个
冒牌大宗师吧？此掌名为化骨绵掌。化骨绵掌，这什么东西？这化骨绵掌可是我闭关5年精心研制出来的绝世武功，中了此掌的人会不痛不痒，甚至毫无反应，还有推拿之后的舒畅感。谁家大宗师练这啊？我看你是大技师吧。哎呦，这大技师啊，可不会杀人，他只会心疼人。我告诉你，中了此掌之后，7日之内，你的筋脉骨头尽数化为血水；10日之后，就连你的皮肉也会化成一滩浮水，从此在世间消散。小姐，骗子！你不是说7天吗？他这是下滩了。行了，你们2位啊，就享受不到如此贴心温柔的方法了。现在就让老夫我早日送你们2位荣登极乐。在本县的地盘，大宗师也不能撒野。在本县的地盘，大宗师也不能撒野。此人气场竟然如此强大。玄生，你这个狗官，竟敢骗本小姐，你害死我了！皇上姐姐何出此言呢？你卖给本小姐的东西一点用都没有，还差点害死本小姐。不是，这法器它不是这么用的。我都按照你说的流程了，念经、做法、一发入魂、给爷爆头，我都说了，还是没用。这个法器它得搭配配件。配件？什么配件？就是弹药，不是配件。哎呀，算了，交给本官吧。西门吹牛，你敢接本官3招吗？本宗师只喜欢吹土，不喜欢吹牛。3招是吧？接你便是。哎，真是吹牛害死人呢。既然如此，本官就让你见识见识超越大宗师的能力。许大人，快别废话了，快为小姐报仇！报什么仇？我还没死呢。那不是说7天吗？你，玄生，你打算怎么对付他？当然是用这个。这又是何物？这是小李飞弹。小李飞刀我倒是听说过，小李飞弹也是暗器吗？没错，当然是暗器，而且是天下无人敢接的暗器。你一个小小的县令，还怪能讲笑话呀？小李飞刀为什么常年霸占暗器榜第1？因为它够薄够轻，没人知道它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，根本没法防御。嘿嘿，你拿的这个东西大得跟鸡蛋一样，并且毫无棱角，圆润光滑。别说是我，就算是个成年男子也能轻易防御，怎么能伤得了我？西门吹牛，你就说敢不敢接招吧。行吧，出招吧。退后，我要开始了。咱们有必要推这么后吗？要不去前面看看？小姐，就听许大人的话吧。是不是喜欢他？许大人喜欢的是小姐。他区区一介县令，也配喜欢本小姐？等他活下来再说吧。西门吹牛，本官只扔2颗小李飞弹，你若都敢接下，本官和他们3人任你处置，绝无怨言。不是，请。完了，他都接住了。英雄，走好。啊！趴下！大宗师人呢？大宗师已经荣登极乐了。阿弥陀佛。死了？废话，如果不死的话，那科学岂不是很没面子？这大宗师真炸成碎片了？
这小李飞弹这么生猛啊！那当然了，怎么又想买？你开个价呗。无价。再谈谈。没得谈，除非别想让本小姐再戴一次了。除非皇商姐姐答应做我许安生的老婆。想都别想。那就真没得谈了。哎，有的谈。别啊，我可不喜欢小萝莉这款的。不是我，是我家小姐，可以嫁。啊，柳思辰，你现在都敢替本小姐做决定，你胆大包天！朕岂会为了3斗米折腰？不就是小李飞弹和89K 吗？等回了工部，朕就让他们去仿制。朕不信他们做不出来。还有许大人床底下那些比国库还多的银子。朕是那么贪财的人吗？那陛下来桃源县是为了什么？这不对啊，那本来就是朕的银子，那是税银。若不是许大人这里得当为国守财，区区一个县而已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税银？这还不是许大人的功劳？那也是朕慧眼识人，提拔他做了这个县令。陛下这是承认许大人是个人才啦？那朕也不能下嫁给一个小小的县令啊。许大人是县令还是首辅，那还不是陛下一句话的事情。对啊，他若是首辅的话，哎呀，也不行。朕的男人一定要是顶天立地、才高8斗之人。那许安生他没毛病啊。他，哎也不行。陛下，你忘了化骨绵掌了？或许许大人会有办法呢。这种鬼话你信？陛下，查清楚了，化骨绵掌确实存在。中掌之人7日后必将筋骨全化，10日之后皮肉无存，医药难救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西门吹土是4大宗师之一，女帝身旁不过一个9品护卫燕小七，怎么能失手呢？不是燕小七击败了西门吹土，是桃源县令许安生。许安生？你是说那个7品县令杀了一个大宗师？回侯爷，正是。用惊堂木拍死的吗？不是，是小李飞弹。放屁！什么样的小李飞弹能打死一个大宗师？你信吗？属下不信。啊，不过属下还有一个好消息。讲。西门吹土虽然死了，但女帝却中了西门吹土的独门绝技化骨绵掌，命不久矣。当真？化骨绵掌医药难救，就算是太医院的杏林大国手，也无计可施。就算如此，也不能掉以轻心。咱们女帝可是个王八命。那侯爷准备怎么做？桃源县距离北蛮不远，把女帝在桃源县重伤的消息放给北蛮，他们自会有动作。是。哦，不哭不哭，本官绝不会让你有事的。你能医治好化骨绵掌吗？本官又不是郎中。那你就是在拿本小姐取乐。本官虽然不是郎中，但是本官有一家医院呀。医院？京都有太医院，我桃源县自然有县医院。哎呀，许大人，太医院治不了化骨绵掌，要是能治，我们早就走了。太医院能治的，我们县医院也能治；太医院不能治的，我县医院照样能治。那还说甚？赶紧走啊！哎呀，莫急，
就是想要威胁本小姐。本小姐若不与你成婚，你就见死不救，是不是？皇上姐姐，你把本官当成什么人了？买卖不成仁义在吗？买卖？婚姻大事，你居然说它是买卖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哎呀，皇上姐姐，你误会我了。本官的意思是，就算咱俩是合作伙伴，我也不会见死不救的。况且，你还是我心心念念的白月光呢。本小姐是烈日骄阳，才不是什么娇柔月光。本官就喜欢皇上姐姐身上这股王霸之气。不要再叫我什么皇上姐姐了，我有名字，安雨楠。好名字，本官许安生，往后余生多多指教。哎呀，情话能不能放在路上讲？哎呀，莫急，县医院不在桃源县内，还在桃源县往东100余里呢。100余里，那岂不是到了大吴与北蛮的交界处？对呀，所以得提前做好准备。安姑娘长得花容月貌的，要是被北蛮探子抓了去，我可舍不得。奇怪，此时正值饭点，本该炊烟袅袅，怎会如此冷清？小七，进城看一眼。我不去，我去了谁保护小姐？放心吧，有他们在，几百人的队伍都近不了身的。就这帮人，我一个人就能撂倒。这是我大武地界，会有什么问题？况且许安生，你准备了2天，就带这几个衙役啊？放心吧，安姑娘，他们可都是本官精心挑选、培养多年的好手啊。徐大人，这些侍卫都是九品吗？啊，那倒不是。不是九品，狗都不是。万一真遇到危险，保护小姐，有埋伏！我等还准备前去桃源县呢，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们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小七，是北蛮的人。小姐，对面也是九品，我只能拖住他一个人。那怎么办？走，先撤。特种大队，警戒！特种大队，警戒！充电！早就听说大武国库空虚，没想到穷到这种地步，衙役连把关刀都配不起了，穷到拿棍儿了。刀呢？工部给各州各县的县衙都发了上好的武器，全是金刚所制啊！卖了。卖了？卖给谁了？哼！这许安生，还说你没有通敌叛国，私自倒卖军械，你放肆！安姑娘莫急，朝廷送来的关刀虽说是金刚所制，但其实是生铁，又脆又钝，早就用不了了。本官就通过黑市卖给了北蛮，收益颇丰，这就叫垃圾出口。生铁？怎么会是生铁所制？哎，咱们陛下一介女流之辈，眼拙心盲，让工部在眼皮子底下赚银子。这些垃圾给本官，本官可不用。徐大人，说关刀就说关刀，说陛下干什么？他也是被人骗的。原来在我的统治下，有这么多的贪官污吏，真是苦了前线的将士们了。我看你也没有趁手的武器，这把刀叫清心，你先拿着用。小姐，那可是……大敌当前，务必小心。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大胆，这个是……大敌当前，丢了便不要了。安姑娘，你说本官身为朝廷命官，知道陛下如此愚蠢，是该仗义直言呢，还是应该溜须拍马呢？当然应该虚心劝谏，仗义直言。这就对了，安姑娘果然有大局观，本县果然没喜欢错人。
等等，你说陛下蠢？哎呀，这些话也就咱们自己来说说就行了。当着陛下的面，我当然不会这么说了。毕竟这世上最愚蠢的事儿就是劝谏一个蠢货。许安生，你大敌当前，还是少说两句吧。你们还知道大敌当前呢？哎呦，忘了你们这群臭鱼烂虾的！你闭嘴！北蛮化外之民，敢在我大武国土嚣张跋扈，欺我大武无人吗？文官贪墨无度，武将贪生怕死。我们北国剑指京都，兵临城下之日，就是你们大武亡国之时。哼，有本现在，别说剑指京都了，你连我这桃源县你都过不去。今日就先送你们归西，杀！杀贼！给我杀！注意队形，穿插突进，小心留意！小姐，这些人真是小小县衙的衙役吗？轻而易举。哎，那个九品高手，你也过来吃点啊！都等你半天了。哎，站住！哎，小七！哎，穷寇莫追啊！收队。上去！立正，保住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报告大人，应到10人，实到10人，敌损20，战损0人。好，归队。是。许大人，他们手中这武器是何物啊？啊，这个呀，这叫双极棍。双极啊，阴极、阳极，正极、负极。这8、9K 远攻、双极棍近战，都是好宝贝。许大人，哎，不卖啊！许大人，许大人，开个价嘛。许大人，算本小姐求你了。许安生，不要不知好歹。安姑娘，本官已经如此爱财如命了，没想到你比我还爱财如命啊！我都身中化骨绵掌，人都快没了，还想着倒鸡毛那点事儿啊？倒鸡毛？何为倒鸡毛？你不就想着从本官这儿买这些东西，然后再高价倒卖给朝廷吗？我跟你说，没用，朝廷那帮人啊，不识货。何出此言？哎，遥想本官初入官场，也是一个为国为民的热血好青年。这些东西早就拿给兵部工部的人看过，你猜他们怎么说？怎么说？他们说这些法器已经拿给陛下看过了，陛下说都是些奇技淫巧，不值一提。胡说，陛下根本就没有看过。安小姐怎么知道陛下没看过？我与陛下是至交好友。哦，懂了。懂什么？安小姐难怪如此呆萌，原来和陛下是至交啊！果真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呀。何为呆萌？就是蠢得可爱。许安生，开个玩笑，赶紧赶路吧。北蛮既然能派第一批杀手过来，那么肯定会有后手。不过安姑娘，你到底是得罪了多少人呢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小七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哎，吃点。属下来迟，小姐恕罪。这村庄发生了何事？被北蛮细作屠村了。无人生还吗？有一女子躲在枯井中逃过一劫。民女媚娘见过各位大人。想不到我桃源县治下还有如此国色天香的女子啊！哎，这脸怎么花了？来，本官给你擦一擦。
媚娘谢过大人。哎，客气客气，本官向来怜香惜玉的，可还有家人呀？那岂非是流落街头了呀？求大人收留，媚娘愿为大人做牛做马。做妾行吗？禽兽！若非所爱求不得，自然游戏红尘间呀。不然本官这些年攒下这么多彩礼，给谁呀？呸！1000万够吗？1000万两给奴家吗？难道给不知道珍惜本官的人吗？走吧。徐大人可真是人中龙凤啊！要是错过了，岂不是要后悔莫及？废物，都是废物，连几个小小的县衙衙役都解决不了。回太子，这些人绝非是县衙衙役，他们个个武功高强，配合的滴水不漏，这明显是经过多年训练的大武禁军呐！绝对不可能！安乐侯说了，这大武女帝身边只有一个9品护卫，哪里来的什么禁军？他们还不是一般的禁军，他们所用的武器都极其诡异。有何诡异？只要碰到人的身体，无论是哪个部位，都可以将人击晕呐！碰到人手也能击晕？这是末将亲眼所见，绝不敢妄言呐！看来想除掉女帝，自杀是不行了。也罢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全军出击。本王就不信，凭那10几个禁军，能挡住我北国数千铁骑。太子，贸然出兵会引起国战，不如再等几天。若西门吹土的化骨绵掌不能将女帝杀死，我们再出兵也不迟啊。女帝跑了怎么办？太子大可放心，媚娘已经潜入到女帝的身旁，有消息会及时回报的。那就依你所言。巴尔托，你说若本王身披铁甲，那诡异武器还能奈何得了本王吗？死得更快。铁甲主要原料是铁，具有极强的导电性，要是被我的双极棍给碰到呀，保证他浑身酥爽，原地升天呀！徐大人如此博学，奴家钦佩。哎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呀！本县的目标可是搞出东风快递，使命必达，一统全球啊！徐大人，奴家真是太佩服您了。不过这双极棍可有破解之法？哎，那个自然。我跟你说啊，世间万物相生相克，至于这双极棍嘛，你问来问去的，怕不是北蛮细作，打探我大武军情。奴家只是好奇。吼什么吼呀你？他现在是本官的人，本官的人，天王老子也吼不得。你就不怕他是北蛮细作？怎么可能呢？有何不可能？北蛮的人膀大腰粗，皮糙肉厚，你再看看媚娘，纤腰长腿，皮肤白嫩滑皙，她怎么可能是北蛮的人呢？你就是被色迷人眼了。本官乐意。好的，玄生，你别后悔。本官做事从不后悔。徐大人，您别生气了，都是媚娘不好，害得您跟徐夫人吵架。媚娘真该死。谁是徐夫人啊？她才不是我夫人。大人、小姐，你俩吵了一路了，再吵下去又要露宿荒郊野外了。切！坚持一下，好了。谢谢。看，这医馆的名字倒是很爱民。那是自然啊。不过，为何要建在这么偏僻的地方？唉，那边是北蛮与大武的交界之地，常年战事不断。本县把医院建在这儿，也算是为那些边关将士尽些绵薄之力吧。难怪每次有战事，大武边军的伤病都恢复迅速。原来这里藏了个这么大的医馆。那这没有花朝廷的银子？朝廷有银子吗？这都是本官自掏腰包建的。县令大人好。忙去吧。
这些人都是郎中吗？不过我更喜欢叫他们白衣天使。县令大人说，筋骨会化掉，这也不符合医学常识啊。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可是这位皇商安小姐，她怕死啊，非要来，本官就带她来看看。本小姐也不是怕死，就是有病就得治。对，就是不能讳疾忌医。来，我帮你瞧瞧。哎，伸什么手啊？不把脉吗？把什么脉啊？你靠近点，把衣服解开。你说什么？听力还不太好。我说衣服解开。老匹夫，你找死！老匹夫，你找死！小七，拿下他！谁敢在这里闹事？哼！敢在老夫这里闹事！老院长，城里来的，不懂事儿。要不是看在许大人的面子上，老夫非得让你们这些晚辈后生见识见识什么叫天使之怒。有你们这么看病的吗？这到底是医馆还是青楼啊？那得看安姑娘是病患还是花魁了呀。你，哎呀，又不是没穿内衬，怕什么呀？脱。不要动怒，呼吸放平。听着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肠胃不太好，上火了吧？没事儿。初步判断还没事儿，具体的还要化验一下血。化验血怎么验？抽一管就行了。还要放血？我会不会死啊？不怕不怕，本官陪你一起死。谁让你陪我一起死？找你的媚娘去！你这是吃醋了？我别动，再动就血崩了。奇怪奇怪，这维生素 D 怎么少了这么多？这钙磷指标也不正常啊！什么病啊？软骨病。软骨病？化骨绵掌？软骨病？我去！那会不会真的就全身的筋骨都化掉？那倒不会。那就好。但是骨骼畸形，身体扭曲，严重的话，全身的肌肉无力，瘫痪不起啊！身体扭曲，瘫痪不起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哎呀，不怕，这个病啊，院长，有什么事儿还是跟本官说吧。我让安小姐出去安静安静。这不是也没什么？哎，柳思辰，快扶你家小姐出去休息一下呀！我去吧。没救了，没救了。徐大人，软骨症打一针补充一下维生素 D 就好了。您这样可是有点无耻了吧？院长，本官的终身大事就全靠你了。哎，好吧，看在许大人指点老夫医术，资助医馆这么多年的份上，老夫就黑心一次，下不为例。这肌肉注射，打屁股。哦。不咕，不咕。回去告诉完阎王，大吴女帝身中化骨绵掌，命不久矣。但此处医馆必须派兵除掉，越快越好。属下遵命。这还未婚配，这还无子嗣，这就这么走了？祖宗社稷怎么办？大吴的江山怎么办？那个县令不是说他能治好吗？他怎么现在……哎，化骨绵掌确实阴毒，但也非无药可治。
只是不知道安姑娘能不能接受这种疗法。只要能治好这化骨绵掌之毒，我什么都愿意接受。化骨绵掌是至阴之气，若能找到一个至阳之人与姑娘双修，可保姑娘无忧啊。何谓双修？哎，就是结为夫妻，同床共枕。没错，若是能修上10年8年，化骨绵掌的至阴之气可解。好，我们这就启程回京都，去寻找至阳之人。来不及啊！此地离京都有800里，姑娘还没返回，估计已经……那当如何？巧了，许大人正是那至阳之人呐。我吗？他……别走了，都会散财。国库早就空虚了，不差这2下。哎，你说陛下真的要去宠幸那个7品县令吗？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办法？不对。哎，你说那个县令会不会是故意的？他就是想让陛下宠幸他。不行，我得去提醒一下。哎，多事，你怎知陛下自己不乐意呢？我会看出来。进入圆房之后呢，你就是本小姐的人了。有一些规矩，本小姐要提前跟你讲清楚。圆房成亲不是应该听我的吗？那是寻常女子，本小姐可不一样。行，都依娘子的。好，这第1条呢，你今生今世就只能有本小姐一个女人。弱水3千，只取1瓢，莺莺燕燕，独守一人。本官还是很专一的呀。那媚娘呢？哎，那不是专门让你吃醋的吗？好，第2条，你府库里那些宝贝，全都是我的。必须的呀。这第3条呢，就是县衙府库里的银子，也是我的。那还有朝廷的税银呢？那也是我的。娘子这是想让我被陛下杀头啊？你救我一命，我救你一命，刚好2清。哦，对，娘子和陛下是闺蜜啊。来，娘子，趴下。熄灭灯。灭灯还怎么打针呢？这是何物？复合维生素 D， 专治化骨绵掌的阴毒，辅助双修的秘药啊。那好吧，来吧。娘子，秘药已经打完了，我们开始双修吧。替我更衣。谁呀？徐大人，小姐不好了，北蛮骑兵朝医馆攻过来了。什么？娘子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莫被北边那群不解风情的蛮子扰了兴致。咱们继续啊！大敌当前，命都要没了，还想着床子之欢呢？娘子，小姐怎么办啊？他们有多少人？骑兵800，步兵不止。800人，800骑兵就如此轻易地深入我大武境内，我大武边军都是摆设吗？小七，想办法突围出去，找边军求援。小姐，来不及了，只能先撤回桃源县，再做打算。撤？那这些医馆的郎中、白衣天使们怎么办？小姐，形势危急，顾不了这么多了。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不能弃之不顾的。化骨绵掌解了，刚刚不是说救不了了吗？你好像巴不得本小姐死。
不是，小姐您误会了，奴家只是什么？只是感叹这医馆医术绝伦，竟然连化骨绵掌之毒都能解掉。你是怎么知道我娘子身中化骨绵掌之毒的呀？柳思辰，你告诉他的，那就是你燕小七了。末将从不多嘴。难不成是我娘子自己说的吗？你最好老实交代你的真实身份，否则别怪本小姐将你千刀万剐。本官第一眼见到你就知道你绝非乡野村姑。奴家，瞧瞧这双玉手，白嫩滑稀，哪还有些劳动人民的样子？奴家只是保养的好罢了。再瞧瞧这身打扮，虽是朴素，但也是锦缎丝绸。我大吴百姓何时如此富有了呀？许大人这观察还真是仔细，我都没有注意到。娘子，你是高高在上的皇商，锦衣玉食惯了，怎知我大吴百姓疾苦呢？皇商，许大人要是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人呢？没想到还是个练家子。许大人，你快劝劝我家小姐赶快撤回桃源县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撤？人家是骑兵，咱们2条腿能跑得过人家4条腿吗？那怎么办？我家小姐可千万不能被抓住，不然会天下大乱。抓我娘子，问过我了吗？许大人有办法。北蛮骑兵骁勇善战，若是他们发起冲锋，可不是什么8、9K 双极棍能挡得住的。若小姐不愿抛下医馆众人撤离，那小七只有冒死杀出重围，去请边军来救了。也只有这样了。站住！别做无用功了。去请我大武边军救援，怎能是无用功？要是大武边军真能前来相救的话，那北蛮骑兵就不会破境而入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本官的意思是，这800北蛮骑兵就是官军故意放进来的。胡说！我大武边军怎可能引狼入室？唉，怪不得娘子与陛下是闺蜜，果然是近朱者赤，近朱者蠢呐。你再说一遍！你前几天遇见那些北蛮杀手，还可以解释为他们偷偷潜入，边军不曾发现。可现在进来的是800骑兵啊！边军除非耳聋眼瞎，否则不可能发现不了。对啊，若是边军发现，肯定要激战一场，不可能让他们入我大武境内100余里。难道边军想造反？不怕不怕，只要有本官在，天王老子也动不了我娘子。哎，叶小七，你做什么？陛下，对不住了。燕小七，你也要造反吗？北蛮骑兵入境，边军可能通敌，为了陛下的安危，我只能出此下策。那你也不能对陛下出手啊，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为了陛下的安危，什么都可以。可徐大人说了，只要有他在，天王老子来了都动不了陛下。他不过一个7品县令，靠着一些法器罢了。可单靠这些法器挡不住北蛮骑兵，末将岂能把陛下的安危交到他的手上？拿着。柳大人，走不走？徐大人，对不住啊！你要是被北蛮骑兵杀了，可千万别怪我，你别找我啊！我娘子呢？走了吧？你怎么不拦一下呢？哎，许大人的娘子，老朽怎么敢拦着呢？这肉吃的挺筋道，你们这伙食还不错嘛。哎呀，好久没有开荤了，要不是昨夜北蛮骑兵来袭，哪来的马肉吃啊？哦。
这都是按照当年许大人的意思办的。哎，没想到作业派上大用场了。不是说没事别通电吗？伤到自己人多不好啊！哎，谁让那些蛮子不长眼呢？你是说有雷公电母相助，所以你才没有得手？没有雷公，只有电母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末将本来已经将医馆团团围住，下令骑兵冲杀，怎料骑兵根本冲不进去，不知怎的，连人带马都被电死了，有的还变成了黑炭，惨不忍睹啊！罢了，既然你灭不了医馆，也无所谓了。算日子，今天就该是那大武女帝筋骨尽碎，浑身瘫软而死了吧？媚娘说什么？媚娘说，大武女帝中的化骨绵掌之毒已经解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媚娘人呢？媚娘返回大武京都，说是通知安乐侯提前准备。又是那个小县令。女儿初见他时，只觉得他轻佻好色，便未将他放在眼里。可没想到，他竟心思机敏，深藏不露，实在是可怕。是女儿大意了，请义父责罚。好了，西门吹土和北蛮铁骑都失手了，何况你呢？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好在女帝已经回到了京都，没了那个小县令的保护，倒也不难对付。可那小县令和女帝好像已经同床共枕了。女帝若下旨召他入京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你觉得那个小县令对女帝上不上心？以女儿对男女之事的经验来看，那小县令对女帝那是颇为在意，女帝对那小县令也是芳心暗许。那就好。好，既然他们两人情深意重，而那小县令又十分了得，那我们就让他替我们干掉女帝吧。义父，您是不是喝酒了？你继续去合欢楼做你的花魁娘子，顺便散播消息，朝廷要杀一批不守规矩的皇商。女儿这就去办。等等，咱们女帝在桃源县所穿的衣服、戴的首饰，你都见过，准备一套一模一样的来，不得有丝毫偏差。女儿遵命。打扰诸位雅兴了，在下想向诸位打听点事儿。你是？哦，在下是桃源县来京做生意的客商，想向诸位打听一下，这位姓安的皇商长这样，见过吗？啊，没有。再看看，没见过。整个京都都打听遍了，还找不到，难不成人间蒸发了？瞧你这模样，是这姓安的皇商欠你银子了？是，他欠我们家少爷500两银子呢。巧了，最近朝廷正在严惩这些无良的皇商，有可能你这朋友已经没了。啊！我去菜市口看看。午时已过，你那朋友估计早就没了。哎呦！道听途说，本官的娘子又不会行坑蒙拐骗之事，怎会被砍？再说了，她和陛下可是闺中密友啊！哎呦，大人呐，陛下杀伐决断，别说是闺中密友，就是同祖同源，那陛下也杀过不少啊。这些事本官都知道，那都是些以下犯上、贪腐害民之人，该死！但是本官的娘子对陛下如此恭敬，不会的，不会的啊！大人呐，你大人，县衙门外有个自称媚娘的姑娘想见您。啊，她还敢来呀？让她进。你这是自投罗网。说那天在医院是不是你给北蛮通风报信，吸引来的骑兵？来，
哎，许大人，这是明珠顾问啊，你倒还挺坦荡。跟许大人这种聪明人打交道，自然要坦坦荡荡。行，本官也就不废话了。你来找本官何事啊？要跟许大人合作。合作？你也想跟本官做生意吗？大生意。有多大？天下。许大人可知安雨南安姑娘因何而死？你说什么？安姑娘对许大人情深意重，回到京都就面见大武女帝，举荐许大人之才。然后呢？大武女帝刚愎自用，猜忌多疑。她觉得安姑娘作为皇商，竟与你这多年不向朝廷上缴赋税的贪官成婚，一怒之下，怎样？斩了。大人，属下在京都之所见，千真万确啊！大人，不会的。大人，大人，不好了！宫里的公公来了。人在哪儿？衙门前，请大人前去接旨。哎，大人！哎呦，许大人不必多礼，老奴来传陛下口谕，请桃园县令许安生速进京面圣。陛下招我一个7品县令进京面圣。哎，别说许大人不解，老奴也是不解呀。瞧陛下的模样，似乎想要迫不及待地见到许大人呐。迫不及待？只是想把本官骗到京都除之后快。公公，下官可否向您打听一件事？许大人请讲。最近京都是不是杀了不少皇商？好像是有这么回事。那本官暂时去不了京都了。许大人，这可是陛下的口谕，你要不去，那可是抗旨啊！哎呀，抗旨！啊！大人，那本官就抗一个试试了，看看女帝能拿本官怎么样。哎呀，你这是造反呐！我家大人今天中午没睡好。许大人就是反了。你是何人？我是许大人的战略合作伙伴。对，战略合作伙伴。哎呦！来人，将许安生这叛贼拿下！是。特种大队何在？你干他！陛下，你要为老奴做主啊！什么？那狗官他当真反了？是反了，他还说什么？还说要杀入金銮殿，把陛下您拉下皇位，挫骨扬灰呀！放肆！陛下息怒，此事有蹊跷。还能有什么蹊跷？他这些年拒缴税银，兴办什么学堂职校，还组建特种部队，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？没错，那夜北蛮骑兵入境围困陛下，末将就觉得蹊跷。边军到底是受了谁的指使，故意放北蛮骑兵入境？之后呢？你的调查如何？回陛下，末将暗中调查，边军统领这些年与许安生来往密切。朕就知道，怪不得他那日要带朕去医院，原来是想借北蛮的手除掉朕。可许大人根本不知道您的身份。或许他是故意不知道。够了，朕亲自去问清楚。陛下不可以身犯险。你给我让开！小七，又惹陛下不悦了。陛下，臣有要事请奏。讲。
云州府传来消息，桃源县县令许安生起兵造反了。派5个人进城，就想擒了云州知府，许大人未免也太自信了吧？这叫斩首战术，你懂个嘚儿啊！懂个什么？嘚儿。嘚儿！站住！站住！抓住他们！站住！让他跑了！许大人，云州知府已带到。还真抓来了。许大人，您这是何故啊？知府大人多年未见，还是如此富态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想什么呢？若不是知府大人这些年给本官行了这么多方便，岂有本官的今天呀？本官不是那种恩将仇报的人。许大人，那您为何谋反呢？冲冠一怒为红颜，敢教日月换新天啊！就这。本官是个俗人，只想赚些银子，老婆孩子热炕头。可如今银子有了，老婆却被人给杀了，你说这仇本官该不该报？该报，该报。这就对了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本官只找那女帝报仇，与尔等无关。知府若是识相的话，就放我顺顺利利离开云州地界，否则本官就拿你这身肉祭旗。陛下，叛军许安生已经连过3州，直奔京都而来。区区一个桃源县能有多少兵马？这么短时间竟然连克3州，你们兵部是干什么吃的？陛下息怒，并不是我兵部无能，而是此人使用了什么诡异的战术，叫斩首战术。不就是用法器远距离击杀我军将领吗？多派几个副将不就行了？可未曾击杀我军将领一兵一佐，说什么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那他造什么反？陛下，许安生说只取陛下人头。一夜夫妻百日恩，他竟如此对朕，那人果然都是大猪蹄子。事后来报说，许安生的战术名为游击战。侯爷，什么为游击战？就是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。哦，难怪我大军一直找不到他的影子。那是因为我大武并无骑兵。为保陛下安危，如今之计，只能请北蛮太子完颜望率北蛮骑兵前来相助。你说什么？不可！就那个草原小白脸，我泱泱大武岂能请他帮忙？我大武国威何在？忠诚大人，是大武的面子重要，还是陛下的性命重要？诸位饱读圣贤书，都知道忠君爱国，可知圣贤为何把忠君放在第一位？因为有君才有国。如今许安生作乱，陛下危在旦夕。我等若是为了一些虚名，置陛下安危于不顾，他日史书有载，你我必遭千古骂名。安乐侯所言不无道理，为了陛下安危，也顾不上什么天朝大国的颜面了。只是现在请那个草原小白脸帮忙，恐怕为时已晚了。本侯已与完颜望接洽。侯爷倒是未雨绸缪啊！替陛下分忧，乃是微臣的本分，理应未雨绸缪，有备无患。说吧，这次北蛮又想要多少银子？分文不要。分文不要？那他总有所图吧？完颜望说，只要陛下答应他一件事，他马上率精锐士兵驻守京都。何事？完颜望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请陛下下嫁。大胆！
李纯，你是想把朕卖了，好坐拥这大武江山吗？陛下言重了，臣只是想救陛下性命，否则许安生叛军潜入城中，陛下何来平安？朕宁可死在许安生的手中，也不会嫁到北蛮去。陛下身系天下，怎能如此任性？陛下若遭遇不测，我大吴就完了。为了祖宗江山社稷，臣万死恳请陛下答应完颜王所求，保我大吴江山永驻。李纯，你是在威胁朕吗？臣不敢，臣再启陛下，答应完颜王所求，保我大武江山。来人，将安乐侯李纯拖出殿去，杖毙。臣等愿随安乐侯受罚。臣等愿随安乐侯受罚。陛下，安乐侯忠心可嘉，一切为了陛下的安危着想。陛下若是因此事杖毙安乐侯，臣等不服啊！臣等不服。陛下，虽然臣与安乐侯一向不和，但安乐侯之言也句句在理，陛下理应纳谏，否则他日史书，臣等只能秉笔直言。好啊，一个个都来逼朕是吗？燕小七，把他们统统给我拉下去！陛下，今日之祸，祸不在文武百官，而在许安生。陛下还是听从百官建议，先注重龙体。燕小七，连你也敢忤逆陛下了？柳大人，末将只是在为陛下着想。今日之事到此为止，改日再议。退朝。恭送陛下。恭送陛下。安乐侯那老东西，真当朕看不出来他什么心思啊？他就是想让朕嫁到北蛮的苦寒之地去，好让他在京都一手遮天。陛下，恐怕不止如此。哦，你是说他想篡位登基啊？若无此意，为何一定要北蛮太子率北蛮骑兵入京城呢？可是不应该啊！许安生那狗官不正在造反吗？眼看他就要打来京都了，他此时登基不是成了许安生活靶子了？可许大人说他只想取陛下的项上人头。你说许安生这狗官到底哪根筋搭错了？朕哪儿惹他了？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哎，你说是不是那天北蛮骑兵围攻医院那天，咱们弃他而逃不讲义气，他生气了？有可能。不对呀，他要恨也应该是恨皇商、安宇南，他又不知道朕是谁，怎么会恨朕？对，你说他们今天在金銮殿上说许安生打的那个旗号叫什么？冲冠一怒为红颜，敢叫日月换新天。为红颜？为谁啊？传旨公公不是说了，媚娘在他身边。为了那个女人，朕就知道男人都是骗子。他之前还跟朕说什么弱水3000只取1瓢，莺莺燕燕独守一人。不行，这样找他问清楚。陛下，冷静，咱们根本不知道许大人现在身在何处。哎呀，我冷静不了一点儿。许大人，这京都守备不比其他各州，大人准备如何行事？老样子，扮作商人混入城中，等到夜里直取皇宫。听说北蛮太子完颜望不日就要入京都，女帝必然率领文武百官前去金銮殿。我认识禁军统领，到时候混入皇宫内，大人持法器远距离击杀。最好能生擒，本官可不想让他死得这么痛快，折磨他个9981天，再将他在本官娘子画像前凌迟处死，以告慰本官娘子的在天之灵。看来许大人真是情深意重啊！
不过这生擒女帝恐怕有些难度吧？就算成功了，大人在这皇宫之中又该如何全身而退呢？确实得好好考虑一下。时间不早了，先睡吧，等进城再说。天都这么晚了，太子您何必着急回营？这安乐侯府住的不也挺好的吗？明日事关重大，还得小心为上。太子，安乐侯刚说，他若登基当上了大武的新皇帝，每年给咱们增加500万的岁币，这事儿可信吗？安乐侯狡诈，此事听听就得了。那咱们大老远来一次京都，岂不是一点油水都没捞着吗？这大武女帝一死，大武朝局必定动乱，到时候我们借机南下，拿下大武江山，这岂不是最大的优势？对呀，还是太子高瞻远瞩，属下惭愧。只可惜这大武女帝，本王还没睡她一睡，就要香消玉殒了。谁？你是何人？桃园县令许安生。末将见过陛下。你还有脸来见朕？陛下，末将所做的一切都只为大武，只为陛下，还请陛下恕罪。手中所拿是何物？这个是末将连夜托工匠打造的面具，想献与陛下。朕为何要戴它？怎么，朕很见不得人吗？陛下误会了，陛下乃倾国倾城，怎会见不得人？只是臣不愿那北蛮太子见到陛下的绝世容颜，露出猥琐下贱的模样，玷污了陛下。北蛮毕竟是蛮夷之邦。好，随朕上朝吧。金銮殿有禁军护卫，末将得出城去京都军大营，盯着北蛮骑兵。也是，那我们走吧。陛下且慢，北蛮太子来访，臣建议准备些许礼物，以彰显我大武礼数。有道理，去吧。是。北国太子到。哟，还挺帅。蠢货女帝，还戴个面罩装逼。果然是外邦蛮族，竟连一点礼数都不懂吗？这也太不懂礼数了吧！帮蛮族，陛下不必动怒，想必北蛮不懂我大国的礼数，绝非有意轻慢陛下。你就是安乐侯李纯？只是要装作不认识也好，免得日后有人说本侯勾结外邦。只是这声音怎么不对？难道昨夜喝酒喝多了，着凉了？呵呵，正是本侯。这次请太子前来助我朝陛下清剿反贼许安生，就是本侯一手促成的。侯爷就不怕引狼入室，本太子赖着不走吗？这是唱哪出啊？侯爷不必惊慌，本太子岂是不守信义之人？帮你们除了桃园县令许安生，本太子自会离去。哈哈，我朝女帝已经答应事成之后嫁给太子，咱们两国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多留几日也无妨。什么？你要本太子娶她？什么？你要本太子娶她？怎么，还委屈你了？这不是你们北蛮自己提出的要求吗？听你说话的语气，是我大武陛下配不上你了。侯爷怎么说？朕乃九五之尊，岂容你挑三拣四？陛下，太子，咱们说好的，
就别开玩笑了。太子，莫要玩闹，误了大事。大事？什么大事？哈哈哈，本太子就是开个玩笑。开玩笑？如此国礼场合，你在跟朕开玩笑？陛下莫要动怒。本太子想问陛下2个问题。讲。敢问陛下，前几日可曾杀死一匹皇商？太子，朝堂之上，我们要说正事。闭嘴！本太子什么身份？大武陛下什么身份？我们2个谈话，岂容你一个侯爷在这里唧唧歪歪？你，陛下，是与不是？此乃我大武朝事，为何要向你解释？那就是是了。看来朕杀的没错，那些皇商果然跟你们北蛮有勾结。这些年没少向你们北蛮倒卖军械物资吧？陛下是否杀了自己的闺中密友？陛下有闺中密友？陛下不会把柳大人给杀了吧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你在说什么？朕听不懂。敢做不敢当！你不仅是个蠢货，你还是个怂蛋！大胆！动手！救驾！救驾！快救驾！别动！北蛮贼子，赶快放了陛下！我大武好心与你结盟，竟如此背信弃义，也不怕天下人耻笑！完颜望，我劝你赶紧放了陛下，要不然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玉石俱焚！弓箭手准备！放开朕！侯爷，此事你作何解释？陛下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安乐侯你可吃罪不起。本御史要参你个通敌卖国之罪。一群蠢货！那人根本不是北蛮太子，那是反贼，桃园县令许安生。什么？老实点。你要做什么？朕警告你，休得无礼！你以为绑了朕，你就能走得出这皇宫吗？好，朕向你保证，只要你今日放了朕，朕保你出这皇宫，并且他日若能在战场上相见，堂堂正正的。你居然在朕的龙椅上摆灵位！血战，血偿。原本我想将你这蠢货皇帝折磨个99、81天，再凌迟处死。现在我改变主意了，带着你实在太麻烦了，也实在太不人道了。今天我就在这里给你个痛快！你这蠢货皇帝还真是名不虚传啊，到死你还笑得出来？你不是完颜望，不过这身装扮还是挺像。没错，本官就是桃园县令许安生。所以你造反，就是为了给他报仇？没错。就没想过坐龙椅，执掌天下？你把本官当成什么人了？本官在桃源县逍遥自在，谁稀罕你这破龙椅？你不是还有个战略合作伙伴媚娘吗？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，莺莺燕燕，独守一人。本官是个专一的人，就为了一个女人，欺君犯上，然后亡命天涯，不行吗？本官出海当岛主去，值得吗？值得。但我娘子偏偏要维护你这个蠢货女帝，把你当成宫中密友，
可最后已惨死在你的刀下。我替他感到不值。所以，你准备用什么给他报仇？小李飞弹、89K， 还是双截棍？你知道的还不少。清心，你居然把他找回来了！你怎么杀的我娘子，本官就怎么杀你，主打一个公平。跪下！娘子，你没死啊！我没想到，你竟然愿意为了我冒天下之大不韪。没死啊！我靠，真的，娘子，你真的没死啊！娘子，不愧是95之尊之身。你这是替女帝出嫁啊？要不然你为何穿着女帝的衣服去见完阎王？难不成是他胁迫你？为夫跟你说，这样的塑料姐妹花交不得。我没有。哎，你别说了，反正为夫现在已经犯下滔天大罪，你在皇宫里面过得不开心，便跟我去桃花岛做个岛主。走走走。哎，现在出去不是找死吗？那就。夫君，想你。毒雾弹，这无害，尔等还不走。许安生的双截棍果然了得，本王穿了一身铁盔，竟然也抵挡不了。你们说他为什么不杀了我？因为他刚刚冒充了您，掳走了女帝。哼，那不正合侯爷的心意？还需北蛮铁骑在城外牵制京都军。巴尔图，城外就交给你了。是。那太子您？本王咽不下这口气，要将那许安生挫骨扬灰。陛下，您可算回来了，急死我了！你叫我陛下？朕便是这大武的皇帝。娘子现在这皇帝当不得呀，内有安乐侯，外有北蛮骑兵的。朕自问登基以来，兢兢业业，如履薄冰，生怕祖宗打下的江山毁在朕的手里。可这结果如何？夫君你也说了，朕虽然蠢，可朕不能退。夫君若是怕了的话，夫君，陛下您这是认了？在不知道朕的身份的情况下，便可为朕冲冠一怒。这样的男人，朕怎能不认？娘子，别说了，干就完了。大内禁军已被安乐侯控制，特种部队也全军覆没，咱们现在孤立无援啊！要想活命，保全江山社稷，只能等京都军前来救驾。可这城外还有北蛮的精锐铁骑1万人，北蛮铁骑满弯不可破，京都军怕是很难冲进宫中救驾。对，只能赌一把了。赌什么？赌本官与我们家那冤种师爷会不会有心电感应？啊，这人在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，
都会爆发出惊人的潜能。现在就是最危险的时候，退战退缩必死无疑，奋起反抗才有一线生机。别的不说了，就一句话，爷们儿要战斗！战斗！你礼貌吗？这是本官这些年研制的法器，现在分发给大家。还有特种作战服，大家都换上。一个弓一个弓，给本侯送。是。大武百官呢？都在金銮殿。只要杀了女帝，本侯今日就登基。本官现在要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给各位，能不能学到，能学到多少，就听天由命了。有没有信心？有！勇士们，阻击京都军入宫，让他们尝尝我们精锐铁骑的厉害。事成之后，人人有银子，人人有女人。好，好，好！开拔，出发！定点射击。发射！好，非常好，移动射击，全员警戒，继续战术冲锋。无论何人，格杀勿论。这里。警戒！隐蔽！你不是说许安生的特种大军全军覆没了吗？是陛下。陛下竟然如此刚猛！站住！慢慢转过身来。安乐侯，你输了，还顺手逮了个北蛮太子，这波不亏。卓本王，你敢吗？区区一个蛮夷小族的太子，也在这里口出狂言，信不信朕一枪崩了你？陛下未免高兴得太早了些。北蛮骑兵精锐就在京都城外，用不了多久就能解决掉京都军，杀入宫中。到时候，陛下和你的满朝文武都得陪葬。哼！所以本王奉劝陛下，别冲动。李纯，你身为我大武国的安乐侯，不思为国为民，却勾结着外邦蛮夷，你还有廉耻之心吗？为国为民，自从你这个女帝登基以来，国库空虚，军备不足，何谈为国为民？谁说国库空虚了？本官在桃源县为我娘子攒够了彩礼，不仅能够填满国库，还有结余，灭了你北蛮足够了。看见了吗？朕的男人就是这么霸气。哼，大言不惭，想灭我北国，你哪里来的自信？我北国骑兵现在就在城外，等下杀进宫来，让你看看我们北国骑兵的气势。太子，太子，不会吧？京都军好歹也算精锐啊！陛下，怎么办？女帝，本侯劝你
最好识相点儿。现在跪下求饶，当北蛮太子的狗，或许还能给你留条活路。太子，完了，全完了！什么完了？1万精骑兵，全完了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北国骑兵万万不可敌！来了个妖怪呀！什么妖怪？你是不是被他吓傻了？巨大的战车，铁的，还能发射暗器，还能喷火，战马根本冲不动他呀！不可能！不愧是本官的师爷啊！这也是你的法器吗？之后都是娘子的了。他们刚刚说的那个是战车吗？7甲单兵之王，北蛮的骑兵在他面前连爬虫都算不上。日后娘子若是想统一北蛮，弹指间即可让他们灰飞烟灭。我杀了你！傻逼！桃园第1机甲大队前来报道。李纯，你是束手就擒，还是朕现在就送你归西呀？没想到吧？你居然偷我的秘密武器！小七，你个叛徒！我本来就是侯爷的人，何来叛徒这一说？小李飞弹，本侯也有。去死吧！他怎么自己炸了？有没有种可能，他偷走了那个叫半发式地雷，一拉就炸？我们才刚研究出来的新品就被他给偷走了，这运气也是真好啊！走吧，陪朕上朝。陛下起驾。走。好东西，真是个好东西啊！夫君若是喜欢，可以过来坐坐。能坐？当然。诸位，如今安乐侯已死，北蛮太子已封，这一切都是我夫君桃园县令许安生的功劳。陛下得福如此，是陛下之幸，是大武之幸啊！是大武之幸。诸位不必多礼，抬举了，抬举了。朕决定，从今以后，朕与夫君共坐龙椅，共治天下。不用不用，本官这龙椅不太舒服，本官还喜欢做县令，做县令啊舒坦。那朕的夫君怎能是个小小的7品县令呢？日后史书该如何写？说朕饥不择食？陛下，我有办法，既能满足许大人想做县令的愿望，又不会让陛下难堪。唉，再次回到这里，朕是恍如隔世。朕呐，就喜欢这张床。娘子是喜欢本官床下的银子吧？你自己说银子都是我的，连本官都是陛下的。这次不会有人打扰我们了吧？没有，都打发到县衙干活去了。那陛下，许大人，陛下，牌匾挂好了，快来看看。好，走吧，去看看。